同意我女儿嫁给你的。我家离你家要1000多公里，坐飞机都要5个小时。叔叔阿姨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小小好的。爸妈，我要嫁给他，我就要嫁给他，不管你们同不同意。既然你这么固执，你记住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。女儿啊，你们什么时候回来过年啊？外孙都3岁了，都还没见过外公外婆。妈，今年我一定回来过年。好，乖女儿，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喝酒了，不能开车，今年怕是不能去你家了。他料定了现在买不到高铁票，我又不会开车，今年也只能妥协在这边过年。这年头，有钱什么事儿办不到。我是远嫁，600公里的距离，坐飞机都要2个小时。当年我爸妈说什么都不同意这门婚事儿。我会对小小好的。是周景轩跪在我爸妈面前发誓说会对我好，还当着我爸妈的面立下了字据，我爸妈才勉强松口。原本我们说好了结婚后1年一家轮流过年，可惜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。第1年我怀孕在婆家过，第2年孩子太小，高铁汽车都不方便，没回去。第3年婆婆摔了一跤，为了照顾她还是没回去。这都4年没回家了，这次回去一定要好好尽尽孝。老婆，你放心，去年我就答应你了，今年无论发生什么，咱们都必须回你家。明天一睡醒，咱们直接出发。老公，快走啦，东西都装好了，出发回娘家。老婆，我喝酒了，没法开车了。看来今年你也只能在家过年了。周景轩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不是说好了今年过年回我家的吗？我已经有3年没有回家看看了。平常的时候我也不是没想过要回去，可是孩子没人带，我一个人抱着孩子回去多麻烦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以前总说有空了带我回去，可你又总是没空。好不容易有了假期，你不是说高铁票不好买，就是说高速堵车麻烦。你想回去就回去啊，我又没有拦着你。好几次我都想直接丢下孩子自己回去，可是看着孩子我又心软。妈，今年我肯定回家。小小，那妈现在就开始准备。妈，你一定要给我准备好我最爱的腊肠。今年除夕我肯定回家吃团圆饭。这次回家是我期待了好久的事，结果周景轩居然在临出门前喝酒。好了，老婆，你别生气了，明天就是除夕了，我们要是走了，爸妈多冷清啊。别人家都是全家团圆，我爸妈就只有2个人。周景轩，我们说好了的，过年一家一家轮，前面3年都是在你家过年的，今年去我家有什么问题吗？你说过年你爸妈冷清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前面几年过年都是我爸妈2个人，他们就不冷清了吗？这能一样吗？你是闺女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。你爸妈当年只生了你一个闺女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一天。再说了，他们都已经这样过了3年了，怕是早就习惯了。但我爸妈不一样，我是儿子，我们这儿就没有过年回丈母娘家的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想法，觉得他是儿子就应该在他家过年。是谁规定过年一定要在婆家过年的？你确定你不和我回去吗？我也想啊，可是我喝酒了不能开车。当初让你学开车是你自己不学的，现在没法开车，你也不能怨我。我不是不想学开车，我是没法学。我这人演啥事情第一反应就是捂脸尖叫。为了自己和路人的安全，我选择不考驾照。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和对别人的负责，没想到却成了周景霄拿捏我的把柄。不然你看看高铁票、机票，说不定还能捡漏呢。他明知道这个时间点根本不可能买到当天的票，如果买到初3、初4的票，今年理所当然就要留在他家过年。小小，你们出发了吗？是小轩开车回来的吗？路上注意安全啊！腊肠给你灌了20斤，到时候吃不完你全都带回去。你爸还给凯凯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他一定喜欢。妈妈，今天不是去外婆家吗？你怎么不喊我？今年不去外婆家了，还是留在奶奶家过年好不好啊？妈妈，为什么不回去了？因为爸爸喝酒了，没法开车。明年爸爸一定带凯凯去外婆家好不好？这1年我一直和凯凯说我小时候的事情，和他描述老家如何漂亮，玩的地方有多少，和他说外公外婆有多想他，给他准备了玩具和零食，就等着他回去。现在忽然说不回去了，凯凯自然是难过的。爸爸骗你的，我们回去，我们马上回去。去洗漱。陈小小，高铁票和机票肯定买不到了，我又不能开车，你们怎么回去？不用你管。周景轩料定我找不到办法，从他家到我家开车要7个小时，他不能开车，我又不会开车，找同事或者朋友也不切实际，毕竟明天就是除夕了，谁吃饱了撑的会同意在这个时候开7个小时车把我送回家？陈小小，
我劝你还是别在那儿瞎想办法了，有这功夫赶紧把屋子收拾收拾。爸妈等会儿就到了，我都已经提前和他们打过招呼，说咱们今年留这儿过年。你待会儿表现好点，别拉着张玲。原来他早就已经安排好了。他明明知道我有多期待这次回娘家，他看着我这1个月来每天扳着手指头数日子，看着我满月期待的跑遍超市给我爸妈准备年货，我忽然觉得这几天我在他眼里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，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老婆，你差不多得了，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呢？你也不想想，要是被老家那些亲戚邻居知道，我一个大男人大过年的居然跑去岳母娘家过年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我会被人笑话死的。我同事那个媳妇儿，人家也是远嫁，嫁过来5年了，一次都没回过娘家过年，也没见人家闹，怎么就你特殊？怎么就你这么多事儿？周景轩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这是我们结婚之前就说好的，过年1人1家轮流。前几年因为怀孕孩子小，你妈摔伤，各种事情攒在一起，不得已没回我家，我认了。但今年说什么我都要回家，谁也拦不住我。回？拿什么回？我酒都喝进肚子里了，现在不能开车。你自己不会开车，没那个本事。现在高铁票没了，飞机票也早就抢光了。陈小小，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，我看你怎么回去。除非你长了翅膀能飞走。行了，别在那儿摆脸色给谁看呢？你要是有本事飞回去，我绝不拦着。妈妈，我洗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外公说给我准备了好多大烟花。我们先下去吧，车马上就到了，到了下面就好了。好耶，可以去外公外婆家喽！早点回来，别带孩子玩太久了。我妈他们马上就到了，到时候全家人等你们吃饭，像什么样子？是你下的单吗？尾号3927。对，是我。600多公里，妹子，这地址是跨省啊！大过年的，你叫代驾跑那么远？妹子，这跨省600多公里，费用可不低啊！你真想好了？师傅，你放心，只要能把我送到，钱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回娘家。远嫁就是豪赌，却很少有人赌对。看你这样子，是好久没回娘家了吧？小小，妈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想好了没？真的要为了一个男人嫁到离家600里的地方去？妈，你想什么呢？现在交通那么发达，坐飞机2个小时就到家了，这哪叫远啊？我想回，随时都能回。那个时候的我怎么会想到，嫁过去后会有各种事情绊住我回家的脚步？生孩子没人带，周景轩没空，这些借口织成了一张网，让我根本就没法想回家就回家。你带小孩子跑哪儿去了？爸妈都到家门口了。你回来的时候记得买点排骨和猪蹄，爸妈爱吃那口。因为今年计划去我家，所以家里半点年货都没买，就连冰箱都已经清空断电了。他居然还想着让我去买菜回来伺候他爸妈。周景轩，我已经在回娘家的路上了。今年过年就你和你爸妈3个人一起过吧。陈小小，你疯了吧？你根本不会开车，你怎么回去的？不用你管，既然你不想跟我回去，那我就自己想办法回去。你老公的电话。男人都这样，婚前许的愿，婚后都跟放屁一样。你们是不是婚前说好了，结婚后1家1年轮着过年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是过来人，这高速上拉过多少跟你一样的姑娘，我心里有数。他应该是发现车库的车不见了，以为是我这个没驾照的在开车。现在知道急了，刚才当着我的面拉开啤酒拉头一饮而尽的时候，他干嘛去了？妹子，这什么情况？我真没想到周景轩会报警。我们刚到服务区，我就接到了交警的电话，说有人举报我无证驾驶，还上了高速。警察同志，我是代驾，这是我的驾照，我们这可是合法上高速的，手续齐全。是啊，警察同志，我压根儿没驾照，也根本不会开车，我带着孩子呢，怎么可能自个儿开车上高速？行了，资料没问题，看来是家属报假警，搞清楚了就行。师傅，麻烦等我一下，我带孩子去上个洗手间。陈小小，你
居然敢找代驾送你回去？600多公里的路，你找个招代驾要花多少钱啊？你有没有过日子的心？明天就是除夕了，你让人把你送去你家，人家司机不要过年了吗？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啊？你怎么那么自私？为了一己私欲，让代驾师傅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不在家，爸妈来家里谁做饭？明天就是除夕了，年夜饭你就打算让我妈一个人忙前忙后？有你这样当人儿媳的吗？你赶紧让司机掉头回来，爸妈现在都生气了。你这样一声不吭找代驾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周景轩，你给我闭嘴！明明是你先说话不算话，现在倒来指责我没礼貌。你要是不想跟我一起回家，大可以提早跟我说，我陈小小不是非得求着你。可你呢？你等到临出发的时候故意喝酒说不能开车，周景轩，你恶心谁呢？你不过就是拿捏了我不会开车，赌我买不到高铁和机票，你算准了我只能被迫留在你家过年伺候你们全家，对吧？周景轩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心机这么深呢？算计自己的老婆孩子，你真有本事！我告诉你，掉头是不可能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。车子是我的陪嫁，我想开回哪儿就开回哪儿，你管不着。至于年夜饭，你妈养你这么辛苦，你也该亲自动手尽尽孝了。以前的年夜饭是我和婆婆两人一起做的，我负责洗菜、切菜、配菜，婆婆负责炒菜。吃完后，我们俩一个洗碗，一个收拾桌子、扫地。至于周景轩和公公，两人忙着看电视、陪凯凯玩，仿佛那些家务天生就该女人干。我以前心软，总觉得是一家人，不觉得有什么。现在跳出来看，越想越恶心。好不容易回自己家过年，必须高高兴兴的，谁也别想坏了我的心情。师傅担心凯凯还小，受不了长途坐车，所以每2个小时我们就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，上个厕所，吃点东西。原本7个小时的车程，硬生生开了9个小时。妹子，前面那个一直挥手的老哥是你爸不？对，是我爸。小小，这师傅是谁啊？小轩呢？爸，他有事儿，没法来。师傅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！你这么辛苦，大老远开600多公里送我女儿回来，这天都黑透了。走，必须跟我们去家里吃个饭。爸，酒店我一早就订好发给师傅了，别麻烦了。那哪行？你救了我女儿的急，这就是咱们家的恩人。走，哪怕喝口热汤也成，必须去家里吃个饭。老哥，您的心意我领了，真是不敢再耽搁了。师傅，慢走啊！小小，给师傅转过去。大过年的，人家开了一整天，这1000块红包是咱们的心意。爸，我不会开车，我让师傅明天把车开回去，停到周景轩楼下就行，高速费我自己出。走吧，回家。你妈在厨房忙活一下午了。一进门就看到满满一桌子我爱吃的菜，糖醋排骨、红烧鱼，还有我念叨了1年的腊肠，全是家里的味道。哎呦，凯凯都长这么大了啊！快叫外婆！凯凯乖，这就是外婆呀，快叫人。外婆。那我呢？凯凯，外公在这儿呢。外公。原本冷清只有我爸妈的家庭，如今多了我和凯凯，瞬间热闹了不少。小小，多吃点这个，妈特意给你做的。凯凯，多吃肉才能长高高啊！好好，来。饭桌上，我爸妈只字批周景轩为什么没来，只一个劲儿的给我们夹菜，让我们多吃点儿。小小，现在凯凯睡着了，你跟妈说实话，周景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没跟着一块儿来？妈，今天早上东西都装好车了，
他当着我的面拉开一罐啤酒就往下灌。他跟我说他喝酒了开不了车，让我哪儿也别去，就在他家过年。他说我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他爸妈才是全家团圆，咱们家只有2个人，活该冷清。这个周景轩，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心机这么深。他这是算计准了你没驾照，算计准了过年买不到票啊！他要是不想来，一早就可以摊开了说。你们俩哪怕商量着过完年来看我们，我和你爸难道还能不讲理？我们也没意见啊。他一开始半个字都不漏，临出发前整这么一出恶心人。他费尽心思，不就是为了把你死死扣在他家过年，让你在那儿伺候他们全家吗？小小，我当年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求着让你别远嫁，别远嫁，你偏不听。你非说周景轩好，非说他会疼你一辈子。现在好了吧，被人家这么糟践，你这心里该有多苦啊！我也很委屈。我和周景轩从大学恋爱走到婚纱，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。恋爱的时候，我俩好的能穿一条裤子，我有任何需求，周景轩几乎都是第一时间答应，从不含糊。当时结婚，我家这边规矩是18万彩礼，可他们老家那边连10万都不到。周景轩那时候为了这笔钱，硬是顶着他全家人的压力，四处筹措给我凑齐。后来有了凯凯，婆婆好几次阴阳怪气的暗示我，让我把那18万彩礼拿出来养孩子，每次都被周景轩当场怼了回去。对孩子，他也是真的很上心。凯凯出生的第1年，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他起夜照顾。孩子生病了，他也总是请假守着。我从没怀疑过他对我和孩子的爱。除夕夜，我一觉睡到日上3竿，醒来后只觉得浑身神清气爽，那种在婆家时刻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。小小醒啦，快，妈给你煮了汤圆，趁热吃。除夕吃汤圆，除夕吃汤圆，寓意着未来1年咱们全家人都平平安安，团团圆圆。妈妈，你快看，这是外公送我的新年礼物。看着凯凯脸上的笑容，我只觉得心底暖洋洋的。凯凯和我一样都喜欢小动物，我之前也想过给凯凯买个小狗，周景轩却嫌脏，说狗会到处拉屎拉尿，死活不肯。没想到他想了那么久的小狗，外公直接给他买了。小小，前2年你们没回来过年，家里冷清得很。年夜饭我和你大都是随便炒2个菜凑合，那时候不敢多做，做多了我们也吃不完，剩在那儿看着心里更堵得慌，全浪费了。今年不一样，今年难得你们回来了，妈得可劲儿多做一些才行。按照之前和周景轩说好的规划，我这几年里至少已经回家过1次年了。可事实却是，我被各种理由困在婆家，连这间厨房都变得陌生了。我们从12点忙到下午5点，终于将大圆桌放满了菜。4个人硬是做了12道菜，还全都是大鱼大肉的硬菜。干杯啦！来，祝咱们全家新的1年顺顺利利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这帮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这下世界彻底安静了。爸妈，咱们吃饭。外公外婆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要去放那个最大的烟花。慢点慢点，外公买了整整1箱呢，管够。
看着烟花被点燃，飞到空中炸开的那瞬间，我看到了爸妈脸上洋溢着的笑容。那不是客套的笑，那是打心里透出来的欢喜。那笑容里有我缺失了4年的幸福的味道。哎呀，今天真有意思。放了烟花回家后，我们全家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春晚。我把关机4个小时的手机打开，想看看那边消停了没有。真是疯了！我把关机4个小时的手机打开，发现竟然有50多通未接来电，清一色全都是周景轩那些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打来的。微信家族群更是99加的消息。点进去就看到全都是艾特我的消息。哎，陈小小，大过年的，你怎么能擅自带着凯凯回？把你老公和公婆丢在这里，有你这么做媳妇儿的吗？陈小小，你婆婆一个人，有你这么做媳妇儿的吗？陈小小，你婆婆一个人做了全家的年夜饭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。打了几10个电话都不接，你是要跟周家断绝关系了吗？陈小小，没见过谁家媳妇儿过年回自己家过的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爸妈也不觉得晦气？晦气？我回自己亲爹妈叫成了晦气了。再往前翻，全都是周景轩在那装模作样的艾特，所有人都在夸周景轩是绝世好男人，说什么从没见过哪家结了婚女婿还陪着回丈母娘家过年的，这反而显得像是我在无理取闹一样。他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净，倒打一耙说我偷偷带走孩子。好久没跟着爸妈去亲戚家拜年，今年多了个凯凯，亲戚们都很喜欢他。今年多了个凯凯，亲戚们都很喜欢他。哎呦，这孩子长得真贱，嘴还甜，快拿着二姨给的压岁钱。谢谢二奶奶，祝二奶奶新年大吉，身体健康。我猜到了，应该是周景轩打来的，毕竟我已经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。我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接了起来。陈小小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妈住院了。没想到是婆婆住院了。你拍拍屁股走了，知不知道这几天家里乱成什么样了？初一到初四家里天天来客人，几10号人的饭菜全都是妈一个人在那忙活。你倒好，没你帮忙，所有的菜全是她一个人做。吃完之后，那一大堆油腻腻的碗筷也全是她一个人洗，连地都没人帮她拖一下。就这样没日没夜忙了整整4天，妈刚才直接晕在厨房里了。医生说是急性劳损，腰间盘突出，疼得连身都翻不了。周景轩却将这一切全都理所当然地怪到了我的头上。陈小小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要不是你非要1意孤行回娘家，我妈能累成这样吗？她现在都住院了。当初我苦口婆心劝你别回去，你偏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我妈病倒住院，你开心了？你心里舒坦了？你赶紧给我回来，家里亲戚还没走完，明天还有一大波客人要来，家里连个做饭招呼人的都没有，成什么样子？我妈说你这就是在给我甩脸子。周锦琪，你是当你和你爸是瘫痪在床了吗？还是你们的手都断了，连家务都碰不得？这4天里，你妈一个人在厨房忙前忙后，做饭、洗碗、拖地、收拾家务，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个人扛着。你和你爸就眼睁睁看着，半点忙都不知道搭把手，是吗？就任由你妈一个人在厨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全家所有的家务全都压在她一个女人身上。你们2个大男人就舒舒服服坐在客厅里当甩手掌柜，当活祖宗是吗？那我和我爸不得在客厅接待亲戚吗？总不能把客人晾在那儿，显得咱们家没礼貌吧？接待亲戚，亲戚有什么好全程伺候的？不就是泡壶茶、摆盘瓜子，坐着聊聊天吗？他们自己没长手吗？还是你家亲戚全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巨婴，连倒杯水、拿个零食都要别人手把手教？
周景轩，你少拿这些鬼话当借口。你们父子俩根本就是不想进厨房，不想碰家务，骨子里就觉得自己是男人，洗碗、扫地、做饭这些活天生就该女人干，你们碰一下都嫌掉价。陈小小，你赶紧回来，听见没？明天还有一大家子亲戚要上门，你不回来，谁给客人做饭？谁收拾一大家子的残局？我们总不能跟亲戚说我妈累倒住院就不请客不招待了吧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周家的脸往哪搁？以后还怎么在亲戚面前抬头做人？周景轩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，绝对不可能。你想要请客吃饭维护面子，那你就和你爸卷起袖子自己下厨烧啊！嫌做饭麻烦怕累，那你们大可以直接带亲戚去外面饭店吃，花钱省事还体面。我又不是你周家花钱雇来的保姆，更不是你们家随时待命的替补工人，凭什么你妈累倒了我就得屁颠屁颠跑回去顶上去伺候你们全家？陈小小，你什么时候变成这副鬼样子了啊？你以前不是很孝顺、很懂事、很顾全大局的吗？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冷血、这么自私、这么不可理喻？就因为我今年过年没陪你回那个破娘家，你就非得闹到妻离子散、家宅不宁的地步吗？你至于吗你？不就是想回个家吗？我不是后来也低头退步了，答应你初3、初4就陪你回去吗？是你自个儿钻牛角尖，非要较劲找半代价跑回娘家，现在家里乱成一锅粥，我妈住院，亲戚抱怨，你满意了，称心如意了？是啊，你还满口答应今年过年一定陪我回家呢。你现在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你做到了吗？你哪一句承诺当真了？小小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周景轩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在我这儿的信用分现在已经是0了，彻底清零。这婚，你真的想清楚了？妈，我累了，再也不想被他骗了。爸，我买的是初8的机票，过完年还是得走。爸，您是不是怪我当初非要远嫁？爸不怪你，爸就是舍不得。我知道，这一走又是600多公里，山高路远，身不由己。下次再这样团圆过年，不知道又要等2年，甚至更久。妈妈，我们明年过年还能来外公家吗？凯凯，真的吗？凯凯真的想来外公家，不想留在奶奶家吗？好，那咱们以后5一、国庆还有过年，只要一放假，妈妈就带凯凯来外公家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这是什么味道？
妈妈，家里好臭啊，好脏，我不想进去。周景轩，你真是好样的。这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口口声声说的没我不行。妈妈，爸爸在家从来不收拾屋子吗？怎么这么脏，这么臭啊？我们今晚怎么住啊？妈妈现在就想找保洁阿姨来收拾，可是还在过年期间，家政公司全都放假了，妈妈约了好几家，一个人都找不到。没办法，没人来收拾，我只能自己动手了。老婆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！老婆，你都不知道，你不在家的这几天，我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都快熬不下去了。我妈住院之后，你知道我爸有多过分吗？他那个老顽固，硬是逼着我去医院全天陪护。他自己倒好，天天在家舒舒服服接待那些还没走完的亲戚，半点都不管我。老婆，你真的不知道我有多难。那些亲戚上门坐一会儿，我就得转头带他们去外面饭店吃饭。这几天花的钱全是我自己掏的，一分都没少花，我都快被掏空了。我爸他就是个混蛋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见人啊？我爸他倒好，整天在家里舒舒服服接待亲戚、喝茶聊天，什么心都不操。可我呢，我只能在医院里日夜守着我妈病床旁边凑合躺。医院食堂的饭又冷又难吃，几天都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这几天天气又冷，我走得急，连一身干净的换洗衣物都没带，身上早就捂馊了，臭得我自己都嫌弃自己。我妈今天刚出院，我爸连招呼都没跟我多打，直接把人接回老家享福去了。我是刚从医院狂奔回来的。连一口热水都没来得及喝，一步都没歇过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当初就不该动那些歪心思，不该故意在你面前喝酒骗你，不该一次次食言。我从一开始就应该听你的话，安安稳稳、踏踏实实陪你回娘家过年。是我鬼迷心窍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老婆，我真的是被猪油蒙了心了。其实临出门前故意喝酒，故意拦着你回娘家的主意，根本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，是我妈给我出的馊主意。她亲口跟我说，没见过嫁出去的媳妇儿过年还要往娘家跑的，说那样丢家里的脸。我一时糊涂就真的照做了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这几天在医院里，我吃没吃的，住没住的，我爸还带着亲戚到处吃喝挥霍，我这才彻底明白，这个家没你真的转不动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行了，别在我面前演这种苦情戏，我看腻了。你真想让我原谅你，不是靠跪靠哭就能算数的。你先把这个屋子从里到外彻底打扫干净，地板、
桌面、厨房、卫生间，一片纸屑，一点油污都不能留。你什么时候完完整整干完，我什么时候才信你是真的悔改。爸爸，道歉要有道歉的样子，你该不会又是随便说说，骗完妈妈，然后还想让妈妈替你干活吧？骗完妈妈，然后还想让妈妈替你干活吧？老婆，我打扫完了，真的全干净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现在知道累了，以前我一个人收拾屋子、做饭、带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累？做饭、带孩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累？我以前是懒。你不是不会干，是有人替你干，你就心安理得当甩手掌柜。这个家离了我不是转不动，是你根本不想动。爸爸以后不能再偷懒了。今天怎么这么勤快？我以前不对，以后家务我多做，不让你那么辛苦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喜欢哪个就拿吧。对，喜欢什么爸爸都给买。这段日子，他确实收敛了锋芒，家里也平静了许多。过年那次算计与争吵，好像真的被时间慢慢冲淡了。周景轩，5一那5天假，我想带凯凯回娘家看看我爸妈。陈小小，你没完了是吧？过年不是刚陪你回去过吗？这才消停几天，怎么5一又要往你家跑？你知不知道去你家开车要多久？整整7个小时，来回就是14个小时。感情这车不是你开，路不是你跑，你站着说话当然不腰疼是吧？我没打算让你开车，我已经买好高铁票了。高铁票，2大1小来回得多少钱？你算过吗？那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你怎么那么败家呀？有这闲钱，给凯凯买2身好衣服，买几件像样的玩具，不比白白扔给铁路强？你到底会不会过日子？不比白白扔给铁路强？你到底会不会过日子？
妈，他怎么又要回娘家？过年不是才刚陪他回去过吗？这才几天啊，他就又惦记没完没了了。小轩，你可得给我盯紧点你媳妇儿，她这样隔三差五往娘家跑，是心野了，翅膀硬了。哪天她要是回去了，干脆不回来，你到时候上哪儿哭去？咱们家18万彩礼不就白花了？你这孩子平时挺机灵，怎么关键时候犯傻？你等他睡着了，偷偷把他身份证藏起来不就行了？没那张卡，我看他拿什么坐车，拿什么上高铁，我看他还怎么走。哦，对啊，妈，还是你厉害，我怎么没想到这招？行，他现在还没睡死，我等会儿一睡着就马上去找他身份证，一定把人给你留住。我不过就是想回一趟家。周景轩作为我的丈夫，不仅不支持我，不跟我一起回去，还想着法子阻止我回去。他到底想干嘛？难道真觉得他娶了我，我就是他家的人了？是一个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件？啊！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站在厕所门口吓唬我！陈小小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周景轩，你和你妈在电话里商量怎么藏我身份证的对话，我全都听到了。我真想不明白。我不过就是想回家看看亲生父母，你怎么就那么不愿意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陈小小，你懂不懂得尊重人？偷听别人打电话，这种下三滥的事你都干得出来，你居然还有脸说出来！好，既然你都听到了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强行性拦着你，我就是不想让你走。听着他这一句句带刺的伤人的控诉，我对他，对这段婚姻，最后一点念想彻底死了。小小，我要给你最体面的婚礼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我总觉得他在外工作辛苦，我在家就该多分担。我以前天真的可笑，我一直以为他当年愿意拼尽全力凑那18万彩礼是因为爱我，是想给我一份承诺，一份体面。我做梦哪怕想破头都从来没有想到，在他心里那根本不是爱，不是诚意，是花钱把我买下来了。在他心里那根本不是爱，不是诚意，是花钱把我买下来了。我就这么不值钱吗？18万，他就想用这18万买断我的一生，买断我对父母的牵挂，买断我回家的权利，让我这辈子都在家当牛做马，任他拿捏，任他摆布。我以前心疼他工作累，家里大小家务我一个人全包，从不让他沾手。我以为这是夫妻间的体谅，可在他眼里，这竟然全都是理所当然，全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周景轩，
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我到底是看上了你什么？周景轩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心里是这么想我的。合着在你眼里，我陈小小是被你花钱买下来的，是你的东西，对吧？小小，你别这样，别激动，我也就随口一说气话而已，我真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好了，不哭了，快过来，有话好好说。别碰我！我觉得恶心。那18万彩礼是买她一辈子，做家务理所当然。我太累了，真的太累了。不能哭，陈小小，你不能哭。为了凯凯，为了我的儿子，你必须忍住。你要是垮了，凯凯怎么办？周景轩，你以为这样就能不让我走，就能让我心甘情愿留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家，继续当牛做马？你太天真了。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轻易放弃。果然，包里的身份证还是不见了。周景轩，到最后，你还是听了你妈的话，还是选择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困住我。你真的以为一张小小的身份证就能锁住我一辈子吗？凯凯，醒醒，我们该走了。
凯凯，慢点吃，别呛着，橘子有点酸。妈妈，好吃。周景轩，别再装了，我们离婚。这一次我没有半点玩笑。凯凯，妈妈有想过，为了你再忍一忍，再妥协一次。妈妈以为只要我退让，只要我懂事，你爸爸就会懂我，就会尊重我。妈妈，我们不回家了吗？爸爸会找我们吗？凯凯，我们回妈妈的家，回外公外婆家。你爸爸他从来没有真正把妈妈当成一个独立的人，他嘴上说悔改，心里想的从来都是怎么控制我，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我的感受。妈妈委屈自己这么换不来的真心，只会让他更加得寸进尺。这样的日子，妈妈不想再过了，也不能让你跟着受委屈。凯凯，妈妈再告诉你，妈妈不是不爱这个家，连回家看自己爸妈的权利都没有，是看着你爸爸一次次装悔改，一次次算计我。那这样的家不要也罢，妈妈宁可独自带着你过安安稳稳的日子，也绝不会再委屈自己委屈你，更不会让你跟着学他的自私和算计。妈妈，我跟着妈妈，我只要妈妈。乖，凯凯别怕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妈妈不能让你在一个扭曲不健康的婚姻里长大，妈妈要让你活得自由，活得体面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妈妈，外公外婆在家吗？在呢，外公外婆肯定在等我们。小小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找了你一天一夜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别碰我！小小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我妈的话，不该藏你的身份证，不该用那些伤人的话伤你，不该把你当成买来的东西。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别离婚行不行？我以后再也不听我妈的话了，再也不拦着你回娘家，再也不算计你，再也不把你当成附属品了。你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好好照顾你和凯凯，家务我全包，钱我都交给你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别跟我离婚，别丢下我行不行？妈妈。小小，等等我！小小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快看看，有人把周景轩跪在咱家门口的视频发业主群里了，现在群里都炸了，所有人都在问咋回事，还有人瞎猜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要是传到网上去，被亲戚朋友看到，咱们老两口的脸往哪儿搁呀？街坊邻居该怎么看咱们？
赶紧让他进来，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！别在外面丢人现眼了！爸妈，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改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时间仿佛倒退到了周景轩当初上门提亲的时候。那天，他也是这样跪在地上，指天发誓说会一辈子对我好，求我爸妈把我嫁给他。老陈，你先别气，先听听他怎么说。毕竟是凯凯的爸爸，而且这事儿是已经闹到业主群了。要是真闹僵了，对咱们家影响不好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会改吗？我们还要回家吗？凯凯，有些错不是说改就能改的，妈妈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一定改，我保证，以后一定听您和爸的话，听小小的话。机会，当初你跪在这儿求亲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给过你了。那时候你指天发誓，说会一辈子宠着小小，护着小小，不让他受半点委屈，不让他操半层心。这些话你现在还记得吗？周景轩，你以为我会饶了你吗？结了婚之后，你处处算计小小，不让她回娘家藏她的身份证，不让她见自己的父母，甚至把她当成你花钱买来的附属品，随意摆布，肆意拿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她也是我们从小宠到大的女儿啊？周景轩，你别在这儿演戏了，我们看得够多了，也受够了。刚才我还念着凯凯，念着邻里议论，想给你留几分前面，可我一想起小小这些年受的苦，我就再也忍不下去了。我们陈家从来没有高攀过你们周家，当初让你娶潇潇，是觉得你老实可靠，可现在看来，是我们瞎了眼，错信了你。你这种人根本给不了潇潇幸福，也配不上潇潇。周景轩，你别在这儿哀求了，没用的。这种人家，我们陈家高攀不起，绝不让女儿再受这种罪，别白费力气了，当初给你的机会你不珍惜，现在再怎么装可怜，再怎么磕头也没用了。我们绝不会再让潇潇回到以前那种日子，绝不会再让她受半点委屈。老陈说的对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你自己不珍惜，就别怪我们心狠。从今天起，你和小小之间就到此为止吧。如果当初我没听我妈的话，故意喝酒，开心陪你回家过年，如果当初我没听我妈的话，故意喝酒，开心陪你回家过年，结局是不是就不是这样了？周景轩，这世上没有如果。哇，妈妈你看，凯凯，这是我们的新家，
终于结束了，不用回压抑的地方。妈妈，那我们以后都住在这里吗？再也不用看脸色被人算计啦。凯凯，这是我们的新家，终于结束了，不用回压抑的地方。妈妈，那我们以后都住在这里吗？再也不用看脸色被人算计啦。妈妈，我们快点，我想外公外婆啦！乖，凯凯别急，我们马上就到。外公外婆肯定已经做好你爱吃的菜，在等我们啦。我的乖外孙可算来了，外公都想你了。外公外婆，小小凯凯，你们可算到了，快进来，饭菜刚做好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哎，